2026年2月15日下午2点半左右，江苏东海县一村民点起的烟花，导致附近一烟花爆竹经营部爆燃。官方通报称，16时许明火已扑灭，造成8人死亡，2人轻微灼伤。目前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湖北通报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12人遇难，包括5名未成年人。通报称，2月18日14时24分，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4组12号的千和百货店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15时12分，现场明火被扑灭。经全面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除1人为经营者林某某外，另外11人是前来购买烟花爆竹的顾客。2月22日，湖南湘阴33岁男子燃放烟花时发生炸膛，碎片击中胸部，当场死亡。家属称烟花未正常升空，当地已介入调查。2月16日，广东梅州大埔县5个乡镇因烟花爆竹一日连发5起山火，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十万元。你们天天在网上喊着要放开烟花爆竹，说没有鞭炮声就没有所谓的年味儿。但如果我告诉你，2026年这个春节所谓的年味儿，是用20多条活生生的人命和无数个极其惨痛的急诊室通报换来的，你还觉得这年味儿香吗？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内容，咱们今天就聊聊发生在你我身边最真实也最抽象的生存盲盒。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网上形成了一种极其诡异的舆论政治正确，谁要是提议禁放或者管控烟花，谁就是破坏传统文化的千古罪人，谁就是见不得老百姓开心的反派角色。在这种裹挟之下，今年的烟花可以说是放得震天响，满屏都是岁月静好的滤镜。但那些喊着赢麻了的无脑博主绝对不会告诉你，在信息茧房的另一面，到底发生了怎样惨烈的连环人间悲剧。我们先来看一组极其冰冷，甚至让人脊背发凉的客观数据。2026年2月18号下午2点多，湖北襄阳宜城的一个小镇上，一家叫千和的烟花爆竹专营店突发爆炸。这不是什么电影特效，这是实打实的灾难现场。过火面积100多平米，整整12个人当场遇难，12条人命啊，朋友们！其中有7个成年人，还有5个未成年人，全都是去买烟花准备欢度佳节的顾客。前一秒还在跳着满天星和窜天猴，下一秒连人带电瞬间化为废墟，原本的阖家欢乐瞬间变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你以为这就完了吗？这仅仅是个开始。把时间往前推3天，2月15号的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同样是下午2点半，当地气象台都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了，阵风高达8级。这要是稍微有点常识的正常人都知道，这种天气点明火极其危险，但我们抽象的基本盘永远能给你整出点新花样。有村民非得在一家烟花经营部外面违规放鞭炮，8级大风一吹，火星子直接灌进店里，轰的一声巨响，8个人当场死亡，2个人被严重烧伤。连云港这8个人加上襄阳的12个人，整整20条活生生的人命，就为了听那2声响，就为了凑那一点所谓的节日气氛，把命都搭进去了。这到底是过年还是渡劫？这哪里是放烟花，这分明是在进行某种盲目的侥幸冒险。我每次看到这种新闻都觉得极其的荒谬和不可思议。我们很多人平时买的菜都要为了2毛钱讨价还价，吃个外卖都要盯着骑手看有没有超时，对自己的那点利益算计得比谁都精明。但一到了这种涉及身家性命的事情上，却表现出一种惊人的迟钝和无知，安全意识基本为零，规则意识完全没有。只要我开心，只要我爽了，哪怕旁边就是炸药包我也要点火。这不叫追求年味，这叫典型的巨婴心理。咱们再往下剥开这层洋葱，除了这些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今年春节的各大医院眼科和烧伤科那叫一个门庭若市，简直成了春节档最火爆的消费场所。仅仅是2月16号一个晚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2医院的眼科中心一口气接诊了12个被烟花炸伤眼睛的患者，其中2个分别来自杭州和安徽黄山的成年大哥。伤到了什么程度？眼部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连经验最丰富的医生都摇头叹息，说就算尽全力缝合这眼球，大概率也是保不住了。为了放个2踢脚，造成不可逆的终身残疾，这代价你们觉得值吗？还有那些被家长当成玩具塞到手里的小孩，简直就是让毫无防备的孩子直面危险。长沙一个4岁的小女孩
就因为看别人放烟花，火星子直接飞到脸上，好好的一张脸瞬间红肿起满水泡。福建泉州一个4岁的男孩跑去凑近看那个暂停燃烧的烟花，结果烟花突然爆炸，右手当场骨折，眼角膜严重损伤。杭州一个3岁的小女孩玩仙女棒，妈妈就转了个身的功夫，孩子的手指直接被前2度烫伤。消防部门早就做过硬核实验了，冷烟花能把鸡爪子直接烤焦，那中心温度高达几百度，但有些家长就是不信邪，非觉得那是吓唬人的洗脑包，总觉得我家孩子命硬，我家孩子运气好。结果呢，孩子疼得撕心裂肺的时候，家长就在急诊室门口哭天抢地，早干嘛去了？最让我感到窒息的是那些仗着自己是未成年人就毫无底线四处作恶的小鬼，简直就是行走的破坏王。今年2月1号，在江苏连云港的一个小区里，2个小男孩觉得无聊，直接把点燃的烟花扔进了一个狗笼子里，瞬间火光冲天。笼子里一只养了整整7年的萨摩耶在烈火中凄惨丧生，7年的陪伴啊，被2个熊孩子一个无聊的举动瞬间化为灰烬。还有四川自贡富顺县的几个小鬼，大过年的跑去把鞭炮扔进化粪池，这已经是全网科普了无数遍的作死行为了。结果砰的一声巨响，化粪池直接爆炸，巨大的水泥板被掀翻上天，里面的钢筋都被炸得露出来了，周围停着的车全部被波及。这要是当时旁边有人，必定酿成无法挽回的绝望后果。再看看广东梅州那几场莫名其妙的山火，五华县有人离大山就50米远非要放爆竹，大埔县未成年人玩冲天炮把山给烧了，兴宁市有人祭祀放炮烧了60多亩林地，最后不仅要赔几万块钱，还要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失去人身自由。我就纳闷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信息茧房，能让这么多人对近在咫尺的危险视而不见？有人可能会说，这都是小概率事件，不能因为出了几次事故就把烟花一棒子打死啊。朋友们，这叫小概率事件吗？咱们别光看今年的个案，来看看过去10年的宏观官方账本。从2016年到2025年这整整10年间，仅仅是春节除夕到初六这短短几天，全中国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灾，加起来超过了惊人的4万2千起，造成了近400人的惨痛伤亡。这是什么概念？4万多个家庭的新年，直接在警笛和消防车的声音中度过。这还仅仅是能上报统计在册的冰山一角。特别是2023年所谓的禁逮县政策一放开，大家都嚷嚷着要报复性找回年味。结果呢，短短一个春节假期，全中国火灾数据直接原地起飞，飙升到了1万2千多起，1万2千场火灾啊，朋友们，这哪里是在过年？这简直就是一场全国规模的消防系统极限压力测试。你们仔细看看这些冰冷的伤亡数据曲线，那些群死群伤的惨剧，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违规存储和无视规则的非法燃放造成的。那些口口声声说放开管控就是顺应民意的人，你们到底是想找回年味，还是想合法合规的找刺激？到底是传统习俗重要，还是这4万多场大火烧掉了社会成本和普通人的命重要？这背后其实就是一条极其残酷的商业收割链。那些生产和销售劣质烟花的老板们早就摸透了这帮基本盘的心理，只要给这些火药贴上传统习俗的标签，只要找几个短视频博主配上感人的音乐，炒作一下情绪价值，就能把成本极低的危险品卖出高价。他们赚得盆满钵满，留下你们这些底层普通人，在8级大风的街头，在毫无防护措施的村口，用自己的人身安全是给他们的利润做垫脚石。这到底是对老百姓习俗的尊重，还是对老百姓生命安全的无底线收割？人家只把你当成一茬又一茬随时可以引爆的韭菜。我们不是要一刀切的反对所有的节日庆祝，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视规则如粪土的野蛮做派。我们要反对的是把危险物品当成普通玩具的极度无知。一个现代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是看你放的烟花有多绚烂，而是看你对生命、对规则有多敬畏。物理规律不会因为你在过年就对你网开一面，化学反应也不会因为你嘴里喊着恭喜发财就停止燃烧。火药就是火药，爆炸就是爆炸。当你点燃引线的那一刻，命运就已经不在你手里了。如果连最基本的安全底线都守不住，那这种带有惨痛代价的传统，这种建立在别人眼泪和生命上的年味，不要也罢。今天我们把这些底裤扒光，把这些滤镜打碎，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很残酷的客观事实。强烈建议各大平台不要再无脑推送那些所谓的民间各种花式玩烟花爆竹的视频了，不要再给大众灌输这种致命的洗脑包了。你们应该把襄阳那被炸平的店面，把连云港那烧焦的废墟，把眼科医院里那些触目惊心的伤员画面全都循环播放，让那些至今还沉浸在赢麻了幻觉中的孝子们好好看看，这就是他们疯狂追求的节日气氛。想要年味没问题，但前提是你得在绝对安全的区域里，拿生命当回事儿再去放，别把个人的寻欢作乐
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最后，我想问屏幕前的各位一个问题：当你看到夜空中那些绚丽的烟花时，你脑海里浮现的到底是阖家欢乐的温馨画面，还是那些在急诊室里痛苦哀嚎的伤者？当我们把放纵当成自由，把无知当成勇敢的时候，我们真的配得上拥有一个更好更安全的社会吗？这个问题留给你们自己去思考。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最真实的想法。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点个赞吧，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